1986年，斯洛伐克一个名叫安德烈·卡帕斯的男婴降临人世。当时无人知晓，这个襁褓中的婴儿未来将亲手参与塑造人工智能的思想。在15岁的时候，他随家人移居多伦多，而一切的关键转折就发生在多伦多大学的一间教室里。他选修了 AI 教父杰弗里·辛顿的一门课程，这为他打开了 AI 之门。他说自己当时仍然是一知半解的状态，不过对于辛顿把训练网络比喻成塑造网络的思想这个概念印象深刻。经过了很多的探索，他对于传统的 AI 课程有一些失望，直到遇见了机器学习，才觉得这是他要找的未来新范式。到后来，他到斯坦福大学深入学习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师从李飞飞的名下。他有一个很有趣的头衔，叫做 ImageNet 的人类基准。那这个 ImageNet 是什么呢？ImageNet 项目是一个大型的视觉的数据库，它用于视觉识别。比如说，你有一张狗的图，识别正确的话就会标识为狗的标签；有一张猫的图，正确的标签就是猫。这个项目对超过1400万张图片、2万多个类别进行了手动的注释，标明图片中的物体。从2010年开始，ImageNet 项目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软件竞赛，让计算机程序去识别1000个分类，看看哪个程序最后识别的精度更高。为了给这个重要的竞赛设定一个人类表现的基准，卡帕斯就决定亲自上阵。他花费了1-2个星期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份复杂而且重复的工作。不过他在手动分类的工作中也有发现。他说，数据当中有海量的狗的图像，网络性能有1/3都耗费在区分狗上。因为这个事情，他就被戏称为 ImageNet 的人类基准。那后面的故事怎样呢？现代 AI 故事的结尾都差不多，你大概也就猜到了，就是软件的性能终于超越了人类的基准。某些图像上 ，AI 展现出了超越人类的识别能力。卡帕斯还有一个被调侃的事情是教圣诞老人，他没有真正教过圣诞老人，主要是因为网友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科学传播者，连圣诞老人这样零基础的人也听得懂。我看过他的一个从零手搓 ChatGPT 的视频，讲解非常详细。卡帕斯是斯坦福大学第一门深度学习课程 CS231N 用于视觉识别的卷积神经网络的作者和主要的讲师。这门课成为了斯坦福大学最大的课程之一，学生人数从2015年的150个人增加到了2017年的750个人。他在博客和社交网络也是非常的积极，是一位开源的贡献者。就在这个星期，2025年的10月，他刚刚在 GitHub 上开源了 NanoChat。他说可以用不到$100训练出一个简易版的 ChatGPT。在不到1个星期内，我看到这个项目已经获得了22.8K 个星。他在 X 上发了一则帖子宣布这则消息。他说：“很高兴发布新的代码库 NanoChat， 这是我写过的最精神错乱的作品之一。与我之前类似的代码库 NanoGPT 不同，NanoChat 是一个极简的、从零开始的全站训练推理流程。它基于一个单一且依赖性极低的代码库，是一个简单的 ChatGPT 的克隆版本。你只需要一个云端的 GPU 设备运行一个脚本，只需要4个小时就可以在类似 ChatGPT 的 Web UI 上与你的大语言模型进行交流。”他在帖子下面还详细的解释，贴了论文和代码的链接，给了一张效果图，甚至还热心的回答了一些网友的问题。其中的一个网友说：“哇，谢谢你，也是开源的吗？那么这能让我用我能提供的数据来训练它吗？比如我所有的 Notion 笔记加上健康数据，以及其他的大语言模型的聊天记录，做一个能够理解我的个人的聊天机器人吗？”对于这个问题，卡帕斯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你应该把这个微型的模型更多的看作是一个非常年幼的孩子，并没有那么强大的原始智能。如果你在自己的数据上微调或者是训练它，你可能会得到一些有趣的鹦鹉学舌的效果，感觉像是你的风格在写作，但它会一团糟。
他指出，要实现个性化模型的效果，还需要额外的步骤。比如，他列举了4个步骤，并且说，要真正的把这个方案跑得效果好现在还是偏科研的事情。也就是说，他的这个 NanoChat 目前并不适合直接应用，但对于喜欢倒腾的科技爱好者，或者是想要更细致的了解算法的人非常适合。还有一个网友做出了 NanoChat 的可交互实时代码的图谱，能够让大家更加直观的去探索这个代码库。除此以外，当然更多的是夸群了。这个网友 Tim 说：“太酷了，做得太棒了，我觉得很多人都会从中受益。”还有一个网友是贴了一张图，图上说：“这个人是个传奇。”哇，这个年代愿意开源分享、公开讨论的人，我真的要给他手动鼓掌哦。离开斯坦福后，卡帕斯的职场生涯依然非常受到关注，主要因为他是 OpenAI 公司的创始成员，在2015和2017年之间担任了研究科学家。后来在17年6月的时候，他跳槽到了特斯拉当人工智能的总监，负责自动驾驶的项目。2023年2月，他宣布重返 OpenAI。于是乎，关于大语言模型、自动驾驶还有机器人的问题，他的看法是很多人认为值得参考的。2022年的10月，他接受了 Lex Fridman 的长达3个半小时的采访，表达了他的观点。首先是关于神经网络，它的定义是带旋钮的数学表达式，因为他不太想要高深化这个概念。他的观点是，神经网络本质上就是很多的数学表达式，其中有大量的可调节的参数，这些可以被调节的参数就可以比喻成是旋钮。尽管神经网络结构简单，但是在大规模数据和复杂任务训练之下，会涌现出非常多让人惊讶的能力。这些都是优化过程自然产生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设计的。他个人非常欣赏 Transformer 的架构，因为这个模型可以支持复杂的信息传递，支持梯度下降优化，还能够适用于现在这些硬件高效的并行处理。在过去的几年当中，这个模型表现出了非常强的适应性，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对于自动驾驶和机器人，他认为视觉是自动驾驶很重要的接口。摄像头是最高带宽、最便宜的传感器，而且这个世界也是为视觉设计的，比如说交通标志还有信号灯。这也是特斯拉公司坚持纯视觉路线的原因。而数据引擎是 AI 系统的核心，包括不断的收集、标注、训练、部署、再收集的循环。系统就是在这个循环当中不断的自我改进。这个数据闭环的设计也是特斯拉 Autopilot 的快速迭代的关键逻辑。除了机器车，特斯拉还很有名的是机器人 Optimus。卡帕斯认为大语言模型缺乏了和物理世界的连接，而人形机器人可以成为物理世界的通用接口，可以成为 AGI 的必要平台和载体。而且机器人交互当中会产生数据，这样就可以避免互联网数据不够的问题。最近，卡帕斯在 Y Combinator AI Startup School 进行了题为 Software in the Era of AI 的演讲。他提出，软件 3.0 时代已经来临。我看到他几年前的博客和访谈就曾经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一次他是以比较成型的概念软件 3.0 来解释的。那么什么是软件 1.0、2.0 和 3.0 呢？他说，软件 1.0 时代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编程的模式，程序员像工匠一样用 C++ 或者是 Python 这样的编程语言，一行一行的敲代码写指令。软件 2.0 时代，我们就不再写具体的指令了，而是构建神经网络这种新的数学结构，通过数据来编译最终的版本的程序。这个神经网络是由很多参数组成的数学表达式，我们是通过调节参数的方法达到优化程序的目的的。直到最近，他觉得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神经网络已经发展到了可以使用大语言模型进行编程了，也就是说是用提示词进行编程的软件 3.0 时代。现在我们在大语言模型当中输入的问题就是程序的本身，可以用于指导模型的行为。他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提示都是用英语编写的，这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撼。
这点上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而且我觉得计算机的语言一直都是英语写的，包括很早的汇编语言，还有各种比较流行的编程语言，还有甚至是键盘的输入法等等。那如果计算机之父约翰·冯诺依曼没有从匈牙利移民美国的话，那今天的计算机语言会是匈牙利语吗？视频的最后，我想分享一个也是非常有趣的小故事，是 X 上迈克尔·莱文和卡帕斯关于 AI 时代注意力的一场辩论。迈克尔·莱文是一位顶尖的生物学的专家。某一天深夜，他发了一则推文说：“我常常感到恼火，因为没有时间阅读来自相关领域杰出人士正以越来越快速度产出的精彩论文。其他科学家也有同样的问题，也没有时间阅读我那些又臭又长的概念性的论文。那么我们是为谁而写这些论文的呢？”卡帕斯回复了这则推文，他是这么回复的：“随着 AI 的进步，我们的贡献越来越多的是原创知识，这意味着一些无法通过推理从现有的数字化信息当中推断出来的东西，比如说是实验结果。也许它应该是更适合人工智能而不是人类。例如 PDF 就是一种对人工智能不友好的格式，分析代码的 Git 代码库、CSV 的格式的结果、Markdown 格式的解释等等都更加友好。那他的回复简单来说就是说同意莱文的看法，但是他觉得未来越来越多的文章是写给 AI 的，不是写给人的。那他就觉得 PDF 对 AI 不友好，未来我们应该优化讯息，用代码或者 Excel 表格的方式去写论文。那这个有点夸张了。那如果按照他这个说法的话，未来你打开油管的时候，看到所有主播就开始报数字了。那我的每个视频都是01101011这样念，因为我们都得要用二进制报数字，这样才可以方便油管来高效处理我们的视频。这个话题是非常多人关注的一个话题，包括很多人都回复了他的帖子，还有南安普敦大学计算机科学和进化生物学教授理查德·沃森，他提出了真正的意义来自于脆弱的连接而不是控制。他质疑纯粹为 AI 优化的未来是否会削弱人类的深度连接。他指出了控制和分离会切断脆弱的连接，而真正的成长来自于和他人的共鸣。他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和人之间建立的共鸣和交流，还有思想的碰撞。还有一个生态与认知交叉领域的作家格雷塔·昆汀，他的回答非常的是有诗意。他说：“我们曾崇拜人类智力为创造的巅峰，却忽略了其他形式的智慧。兰花向阳的渴望，蜂巢的协调混沌，蚂蚁的坚定决心，这些都被视为智力的回声，而不是本质。”他的观点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只为自己定义一种狭隘的基于人类逻辑的智慧，而是应该去看到世界上存在的多种多样的智慧形式。还有很多网友是从情绪心理学、人文科学、过程哲学、自身系统论等等角度发表了看法和理解。这些讨论会引发我的思考，因为我一直是在寻找如何过滤和分辨信息的好方法。在过去，获取信息对于每个人来说很重要，而在未来，筛选信息的能力会更关键。之前有人说是可以同一个问题去问不同的大语言模型，去比较分辨真假的信息，我觉得那个办法挺好的。然后我会想到更进一步，如果是要从庞大的信息堆里去筛选高质量的信息呢？我可以想到的一个场景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会把几十个 PDF 或者是几百个链接丢给 AI， 然后用一个比较模糊的指令去说，请你帮我找出高价值和有用的信息。那这样整个筛选的过程还有筛选的标准就是由 AI 来决定了，但它选出来的东西你不一定觉得是高质量，也不一定会对你有用。如果你有一个系统性的筛选信息的好方法，那千万要告诉我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